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赚钱是特别艰难的事情，而花钱基本上是如流水一般，根本就停不下来。因此，很多人都没有存款，过得忐忑不安。在普通人这个群体当中，到底哪些人很难存到钱呢？两种人，一种是没有啥防备之心的老实人，另一种则是过分的看重感情的感性之人。老实人的性格那是守不住钱财的，只要别人知道老实人有钱，就会来到他的身边卖惨，或者是道德绑架。老实人无法抗拒，就只能乖乖的掏出钱财了。有句话是这样说的：慈不长兵，义不长财。过分仁慈的人，那是无法统帅千军万马打仗的。所有的将军都有着凶杀之气，而过分讲义气的人不怎么适合管钱，容易为了义气而被小人欺骗。人到了一定的年纪，就不要乱花钱了。到今时今日，赚钱并不容易，尽量守着兜里面的钱财，避免被人欺骗。人过60，该捂紧口袋子了，再有钱也别花在这些地方。人老了，握紧手中的财产。老年人最忌讳的事情就是耳根太远。耳根太远的老年人很容易被蒙骗，他们由于心太远，所以当身边的人可怜巴巴地找他们借钱时，他们就会轻而易举地将钱借给他人，认为自己做了一件很大的善事。借钱是大爷，要钱都是孙子。这年头，借给别人钱实在是风险巨大。当初好心好意的借给人钱，最后却因为对方赖账而去法院打官司。生活中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。老年人借钱给别人，最大的风险不仅来自于金钱的损失，还有损失健康的风险。老年人的身体素质不比年轻人，他们脆弱的身体根本经不起大风大浪的摧残。老年人一旦要不回钱而动了肝火，很可能就会惹病上身。老年人由于腿脚不灵便，去法院打官司也是困难重重。打官司的繁琐，老年人的身体是很难承受的，很可能钱还没有要回来，人已经累得心力交瘁了。所以当老年遇到别人找自己借钱的时候，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，千万不要被对方的花言巧语所蒙骗，除非是知根知底的血缘亲情。那些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朋友，千万不要一时头脑发热就将钱借了出去，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是好心当成了驴肝肺。不必要的投资。社区的杨大爷说，前不久有人鼓动我去投资10万或者20万购买新能源石墨烯电池，参加来奇奥电动车营销系列服务。只要认购后无需自己经营，由代理商每天分给利润196元，10万元档，392元20万元档，美其名曰糖赚模式，利润可以分给3年，并且还把他们每日的收益给我看，好诱人啊！人到60岁，好多人都会积累到这么一笔钱的。就以10万元来计算，每月近6000元的收入是银行的多少倍啊？多了这笔钱，足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，真的是太美好了。营销经理见我动心了，很客气很热情的敬茶递烟，请我吃小吃。这时一个打扮精致的胖女人走了过来说，上级刚刚发的信息，今天签约的顾客可以送1600元加500元的红包的股份，太划算了，以后只要一上市，利润肯定翻番，过了今天就没有这个机会了。然后对我说，大哥，你看看这条信息是不是真的？如果你今天参加我们的活动，你也能够得到这份大礼。我看到后开心的不得了，我笑呵呵地说，等我回家准备准备，我的手机里只有几百元钱，我筹到钱后马上就来找你们帮忙办理。谢谢你们给我发财的机会，谢谢老天爷让我认识你们。我离开后，我就把经理给我的电话号码拉黑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你盯着别人的高利息，
别人盯着你的本金，我看到的是一组数字，付出的却是真金白银，10万、20万，那是一生的积蓄。人到了60，能发财的已经早发财了，不能发财的也就是这个平凡的样子。我坚信，人到60不理财，守好自己的积蓄，晚年生活才会顺畅，莫让贪欲蒙了心。人到60岁，命中有的已经有了，命中没有的莫强求。人什么年龄做什么事，是永恒的真理。60岁以前，人生应该去公示，为自己的家庭打下一片天地，上对得起父母，下对得起孩子。60岁以后，人应该去守势，不要把几十年来的积累付之东流，才对得起妻子儿女。挣钱的事情，投资的事情，应该交给儿女们去做，自己就不要强出头。自己已经经不起大风大浪的折腾了，好不容易积累的钱撒出去了，收不回来，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呢？3. 不正当的债务。所谓不正常的债务，说白了就是除开房贷、车贷这些正常的欠款外的负债，比如赌债，或者是纯粹因为自己花钱大手大脚，一直超前消费，导致自己无法再补回来这个窟窿。这些都是成年人自己犯下的错误，只能是自己来扛。不然的话，父母为他们买单一次，其实就是在用行动告诉他们，以后还可以这样，因为他们压根没有付出任何东西，就轻松地走了出来。你以为他们会因此而变得感恩，变得明白父母的一番苦心，从此以后改头换面，认认真真、踏踏实实地挣钱？你错了。如果他们可以有这个觉悟的话，那么当初就不会做这样的事。只要做了，就基本证明自己不经历大的波折，永远都不会有真切的感悟。说说我身边一个真实的一对夫妻，他们的儿子因为赌欠了不少钱，儿子在他们面前上演了苦肉计，给母亲发了短信说自己不想活了等等之类的话。于是他们2个老人害怕了，就帮着把钱还了，第一次还了20多万。事实上，这只是一个开端而已。因那以后，他们的儿子经常的3番5次的欠钱，每次都说自己知道错了，但他就是不改。老两口基本可以说是把自己的养老钱全都拿了出来，就连房子都卖了一套，住进了原先的老房子里。但关于儿子这个无底洞，他们还是没有填满。而他们的儿子真的并没有感恩，所谓大恩如大仇，原本还算孝顺的一个人，结果经过父母3番4次的帮他还钱以后，他反倒好像变了一个人，经常的在家里大喊大叫，冲着年老的父母发脾气，后来直接的住在酒店不回家了，俨然一副破罐子破摔的地步。他的父母只能从别人那里得知，儿子好像再次欠钱了，而他们想管也管不了了。作为父母，必要的时刻帮助一下孩子，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予适当的经济帮扶，这点肯定没问题。事实上，有很多的父母都是如此。但如果孩子需要帮忙的地方已经超出了自己的能力，不要用透支未来幸福的方式，一味去替孩子填补经济的空缺，这些不是你的责任。如果你替孩子担当起来了，从长远来说，不管是对于孩子还是自身，其实反而都是不利的选择。4. 把钱花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身上。此处指的把钱花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身上，其实可以分为很多情况。真实的生活中，我见过有老人重男轻女，自家的女儿不管，把存款拿去帮助弟弟的儿子买车买房，结果老了以后，人家压根不认这份情，女儿也因为父亲的偏心被伤透了，到头来老人落了一个老无所依的下场，而且手里的钱也没有什么了。我还有一个大学同学的爷爷，年轻的时候的确攒了不少钱，结果被一个小10几岁的女人盯上了，打着真爱的幌子，
他的爷爷还就认真了，坚持要给人家买车买房，并且要离婚，反正让家里这些小辈十分的头疼。他表示，明白人都能看出来的，明显是哄骗。爷爷就是不相信，倒是有他的苦头吃。因利而来的人，最终也会因利而散，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，基本无一例外。人老了，还是要认清现实比较好，把握住自己能够把握的东西。至于那些不属于自己的，也不要妄想，免得到头来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三毛说，世上的喜剧不需要金钱就能够产生，世上的悲剧大多数和金钱脱不了关系。人们的生活处处离不开钱，它已经不再是身外之物，而是必需品。不可否认，人如果有钱，生活的质量就会更上一层楼。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，要为自己的养老生活提前做好规划，在变老的路上学会守住钱财，就是给自己留了最大的后路。有了钱，在老了之后便不需要依靠别人，把生活的选择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